別看杨尚昆管了20年的文書機要檔案，一副大，實際上他是黨內為數不多的軍政兩棲幹部。早年他在紅一方面軍擔任過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委員、中央軍委秘書長等職務，帶過兵、打過仗，又管過軍委中書，可謂是文武雙全。從抗戰勝利前後起，楊尚昆就開始主持中央的辦公廳工作。新中國成立後，繼續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，一直到1965年，前後將近20年，杨尚昆主管黨中央的文書、機要、檔案、後勤，負責整個中樞運轉的日常，上傳下達、會議保障、機要收發，事無巨細，繁瑣細碎，卻樁都馬虎不得，容不得半點閃失。這樣的崗位最需要的就是縝密、穩當、可靠。楊尚昆在近20年的時間裡，把這些工作做得井井有條。也正因為這個崗位太扎眼，時間又太長，很多人對他的印象就定格成了一個字：穩，一個可靠的大管家。可這個印象反而掩蓋住了他的另一面。1926年，20出頭的楊尚昆赴莫斯科中山大學，系統的讀理論、學軍政，和一批日後活躍在中國革命舞台上的人成了同窗。這段流蘇經歷為他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底子。1931年初，他回國後一頭扎進了軍隊，開始負責最要緊的政治工作。土地革命時期，他先後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、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。1934年1月，出任紅三軍團政治委員。無論是帶兵打仗，還是鼓舞士氣，都壓在他的肩上。仗打得越苦，政治工作的分量越重。當時的紅三軍團是中央紅軍最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隊之一。彭德懷擔任軍團長，楊尚昆任政委，兩人一文一武，配合默契。長征路上，紅三軍團屢屢擔負最險重的任務，湘江一戰尤其慘烈。為了掩護黨中央和中央縱隊渡過湘江，紅三軍團在江邊和數倍於己的敵人反覆廝殺，死頂住陣地，用巨大的犧牲為主力硬生生撕開了一條血路。這是楊尚昆軍旅生涯裡最刻骨的記憶之一。長征到達陝北之後，開始了全民族抗戰。楊尚昆調往華北，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領導工作，後來出任北方局書記。在日軍佔領的華北敵後，他主持一方，領導根據地軍民同敵人周旋，堅持鬥爭，把黨的力量一點點扎進敵後。到抗戰勝利前後，他又出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，直接協助中央打理軍委的日常和機要。楊尚昆是實實在在從槍林彈雨裡走出來，帶過兵、打過仗，又管過軍委中書，是當之無愧的軍政兩棲幹部。但20年中央辦公廳的工作，把他武的那一面暫時蓋住了。1965年秋天，風雲突變，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，被扣上反党的帽子，陷入長期的隔離審查和關押，從人們的視野裡徹底消失。一個在中央樞紐崗位上勤勤懇懇幹了20年的人，就這樣蒙受了不白之冤，直到10幾年之後才恢復工作。他是怎麼走出這段冤屈的？復出之後，他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了軍委的核心？點頭向進主頁，看下集精彩視頻。